来吧，这墨怎么卖的？客官若要，1两银子便卖。就你这墨，也配卖1两银子呀？客官，这当然是上好的墨。二位，请喝。不是本地人吧？啊，这天下极品的墨皆在徽州。这徽州墨中的上品啊，有落墨、李墨、沉墨。你这个墨怕是徽州3岁小儿子做的，还敢卖1两银子？去别地儿卖吧。我这走吧。大叔，来者是客，要不请您喝杯茶？这不要钱的，来吧。多谢您。哎，大叔，可否借我看看您手中的墨？多谢。这题款看起来甚是特别。这墨中还加了诸多不同的辈分，这用料竟比骆家的还要多。此墨产地沿海之地，姑娘好眼力。此墨品质不俗。依我看，这墨卖上1两银子不算贵。姑娘说的不错，这墨中加的材料倒还在其次，难得的是用材。墨中用的并非普通松材，而是生于沿海之地的黑矮松。黑矮松，古籍有云：黑矮松，色如胶，触如凝脂，取之入墨，当为上品。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，终年也长不到1丈高，故而尤显珍贵。这些墨是我费尽功夫才弄到手的，没成想价格一降再降，仍是卖不出去。外地多认徽墨，而这徽墨又只认3大家。这墨的妙处啊，说了也没多少人愿信。您也别太丧气。依我看，此墨既然用材特殊，和墨技法也不同于本地，您不然可以卖给墨坊作为参照。就像您方才说的，徽墨3大家，这任意一家想必都会高价收下。这竟是我从未想过，多谢姑娘指点。哎，别客气。哎，您这墨，姑娘慧眼识珠，赠他之恩无以回报，这方墨便当回礼。哎，好，慢走啊，两位。好的，水哥。哎，好。哎，慢走，结账了。走，等我一下，我拿着笔吧。你把这饼拿上，快走，我们路上吃。走。水墨，哎，水伯，今日这人怎么多得出奇呀？哎呀，今天是骆家选松材的日子啊，要是被骆大少爷看上了，那可得大大的发上一笔财呀。这人能少吗？骆家不是有自己的松厂吗？骆家得了供墨权以后，订单量自然就不同以往喽。还听闻呐，骆家前些日子还接了个大单，恐怕就是这个缘故吧。难怪这几日看到他，越发的目中无人。水伯啊，这里怎么有个文书啊？临安陈家？那定是老陈他们走的急落下的。你腿快，赶紧给人家送去，别耽误人家的事儿啊！哎，我这就去。放心吧，水伯。哎，总算，哎呀，哎呦，总算见上你们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文书落在水摊了，
感谢你了，珍娘。可惜啊，老天没给咱这个命，真是辛苦你白跑了一趟。这文书啊，没用了。这松才遴选提前结束了吗？还没开始呢。哎呀，莫提莫提。那骆家少爷啊，还没等我们介绍，直接扫了一眼就责骂我们说，就这等次品也敢卖到我们骆家来？你说我们连见松师都没见到，就被赶出来了。算了，我们啊，伺候不起他们骆家。可我们如此多的松菜，这骆家要是不收，谁还能收得下？哼！你说说这事儿闹的。我也许有一个法子，可以让骆家高价收下你们的松菜，但若是你们得了便宜，可不能四处张扬。哎呀，有了有了，多谢多谢多谢。等我想。说话。剑松师傅，突然害了疾病，来不了了。怎么不早说呢？松木遴选，那要选出最好的上品来。这么多的木头，我一个人选得过来吗？大少爷，这灵石我实在是找不到人呐。这是徽州，最不缺的就是磨坊，去给我找。找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。喂，鞋，你好了。谁跟这儿捡笑呢？这不是当街退婚、惊世骇俗、誉满徽州的李珍姑娘吗？骆大少爷客气了，我能享誉徽州，还不都是拜骆大少爷所赐？哎，李珍姑娘抬举我了，我充其量只是个趁火打劫的，这火还不是我放。哼，幸亏这火灭了，要不然还不都得被骆大少爷您强取豪夺了去？倒是了解我。嗯，李珍姑娘到我骆家磨坊来，所谓何事？我方才听闻你们缺个剑松师傅，我便是来剑松的。你剑松？这儿每一块松木都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去鉴定它们，凭什么呢？就凭我是智墨五杰之首李金水的孙女，我打识字起，瞧的便是墨书料丹，区剑松而已，又有何难？口气不小。骆大少爷，可敢与我一赌？我们各自选松，若是我选的跟你一般无二，那便说明我担得起剑松的名号，拿得起剑松的酬劳。若是你输了呢？若是我输了，那这方墨便是你的了。就这质量的墨，配跟我家少爷打赌？好，就以此墨为注。若是你选得好，不但酬劳归你，我外加10两的彩头。哎，少爷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李珍姑娘，该你了。这么小年纪的会看个啥呀？会不会看呐？让一让啊，让一让。选好了啊！来，
李真从不干如此龌龊之事。哎呀，有点意思啊，李真姑娘。啊，真是有点意思。那就请骆大少爷言出必行吧。哎，带李真姑娘去骆家账房领银子。是大少爷。哎，等等，骆大少爷，您当真就选中这3家了吗？李真姑娘言下何意？可这最好的松材不在此处。那真正最好的松材在哪里？好，成交。林安成家。哎，哎，好嘞，来，小二，找马车就跑。这木头颜色又黑，木质又粗，别说我家大少爷，我都没见过如此劣质的松材。你当我们傻子呀？一般而言，上等松材色淡，而木质顺滑，但古籍有云：黑矮松，色如胶，触如凝脂，取之入墨，当为上品。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，终年长不过1丈高，故而尤显珍贵。这便是你所说的黑矮松。骆大少爷，您不妨再仔细看看这方墨。骆大少爷醉心制墨，要辨清真伪，想必不难。哎呀，李真姑娘，这黑矮松为上品。平安，哎，入库登记。好，切记，给我把这批松木放在南面仓库，切勿生潮受了虫害。记下了。因生长之地潮湿，黑矮松的存放也与普通松材不同，必要置于避光阴潮之处，否则取之入墨，墨块极易干裂。李真姑娘，收好你该得的银两。需要上称吗？不用，数清楚了，分文不少。对了，骆少爷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今日我来见松是临时起意，还望你不要四处声张。好说，正好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坐。哎呀，没那么多规矩了，坐。丫头，我想请你来我骆家上供，如何？骆大少爷，您的为人我还是避之不及的。我的为人你又如何知晓？若想对我做评判，说别的都没有用了。我这一生不过一个墨字，田家宵小玷污墨，我便恨；你心中有墨，我便喜。你们家有好的和墨的方子，我便想不择手段地拿到手里。话已至此，李真姑娘，我骆文松给你赔个不是。请你来骆家上供，是我真心所想。我惜你在墨上的天分。天分又不代表喜欢。徽州这地方，墨叶才干多如牛毛，有的人跟他痴缠了一辈子，结果又如何呢？我这点天分呀，
也就骗骗你骆大少爷的钱，够使了。哎，你喜不喜欢，我看得出来。常有人说，某些人对某事某物极有天分，只是心思不在这儿，虚度年华，埋没了自己，这不是屁话吗？不喜欢不痴缠，那不叫有天分。即便偶有灵光，那也只是一时的机灵。丽珍姑娘可不是机灵，方才变松之时，我看得清楚。若是平时你对陌上不下心思，又岂能点得如此透彻？再有，丽珍，你家已经除族务，李金水发誓不再做墨。你若真想在墨道上有所作为，你不来我骆家，你还有更好的去处吗？我也是奇了，我是女子，你收我与行规不符，更是与李骆两家利益不符，你就不怕这李家再把祖师玄奇请出来，乌泱泱的上你的门？啊，给你看看东西。这是我姑姑骆梦真在我3岁之时送我的。可以这么说，骆家的墨业有一大半是我姑姑骆梦真打下来的，那不也是女子？规矩，规矩是做什么用的？是用来成事的。成事之中，如果需要破规矩，那就破啊。那姑姑，朱墨勾天眼底沉，今年春尽不知春。满徽州，我唯一敬重的人，就是我姑姑骆梦真。哎呀，骆大少爷，这说到底不过是你家剑松师傅今日病了，你需要一个灵工而已，怎么又莫名生出了这么一扯的话？我听不懂。至于我走不走墨业这条路，更是与你骆大少爷毫无关系。告辞。对了，方才忘说了，这黑暗松得避光保存，不信你去查古籍。